地道战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冀中平原上，抗日军民利用地道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作战方式。在冷战时期，英国也曾经对苏联进行过一次真金白银的地道战。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冷战时期的白银行动和黄金行动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，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1946年，冷战开始，世界两极不断上演着你死我活的情报战，各国的优秀特工在世界各地大显身手。当时各国间谍活动最为频发的地方是柏林、布达佩斯和维也纳，被称为欧洲谍都。根据西方情报机构的资料显示，冷战时期活动在维也纳的特工大约2万人。维也纳世界音乐之都奥地利的首都，希特勒失意的地方，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将在这里联手演绎白银行动。1949年，军情六处牵头组织了一次代号为白银的秘密行动。他们先是在维也纳郊区买了一栋房屋，开个花店，准备装修花店，打掩护，进行准备工作。在暗地里用工程兵整修了公路，铺设钢筋混凝土，在房子地下挖起了地道。他们挖地道可不是和我们抗日战争时期那样，而是准备偷听苏军的情报。地道一直延伸到苏军的通讯电缆下边，在安装好窃听器材后，用录音机将苏军的通话内容录下来，监听莫斯科和维也纳司令部的通话内容。在准备工作搞定之后，英国的情报人员就慢慢的进入状态，开始工作了。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本来只是打掩护的花店生意却是异常的好，无心插柳柳成荫了，属于是每天上门买花的人络绎不绝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窃听工作。在准备开花店的时候，军情六处认为经受过战争的维也纳是买不起名贵鲜花的，就只准备了名贵又罕见的，没人来买最好。结果预判失误，就是因为这些名贵的鲜花才有了这么多的生意。这里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叫《极限职业》，本来是准备监视毒贩的炸鸡店，结果生意异常的好。后来英国人找了个理由，停止销售鲜花，说什么花的产地受到了虫灾，没货了，这才结束。军情六处的这次行动获得了大量的情报，为了传递情报，他们找了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。女大学生的任务就是将情报带到固定的公园里边会有接头的人。有次女大学生打扮得很漂亮，而和她接头的军官则是乔装成了乞丐。两人在传递情报的过程中被警察看到了，警察误以为是乞丐在调戏他，将军官抓进了警察局。英国方面费了些力气才把人捞出来。英国人地道窃听计划完成了，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效仿英国。1951年，中情局搞到了一份维也纳苏军电缆图，他们从华盛顿请来了位专家，仔细分析了图纸中的关键节点。白银行动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多个窃听专线，收获盆满钵满。不仅了解了奥地利苏军占领区的布防，还了解到了苏联其他方面的消息，比如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不和。苏联一直想让南斯拉夫成为自己的一部分，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不愿意啊。他了解苏联是个什么德行，真变成苏联的一部分了，那不就完蛋了。不过碍于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苏联并没有使用武力，也没有继续向欧洲扩张的打算。得知真相的美国决定自己对南斯拉夫的态度，并且从欧洲抽调了很多兵力去往朝鲜战场。这次行动让美英两国尝到了甜头，想着既然一次能成功，那么第二次也一定能成，准备在东柏林如法炮制，1、2、3、4再来一次。当时的中情局局长罗斯科·亨利·希伦科特认为，柏林是东西方的结合点，再来一次白银行动应该有更大价值。他把优质的情报比作黄金，于是就把这次行动命名为黄金行动。艾伦·杜勒斯是当时行动的负责人。在1954年，他收到了在东柏林间谍传来的消息，说已经找到了一条地下电缆，绝对能够收到大量的情报。于是他命特工挖一条长1476公尺、直径为78英寸的隧道，直通西柏林的。不过这条电缆可不好找，他们准备在东西柏林的交界处寻找精准的挖掘点，以打棒球为掩护，故意将棒球打到东柏林。不过边线的卫兵非常友好，直接就把球给捡了回来。没办法，他们只能乔装成士兵去东柏林执行任务。在走到预定位置的时候，假装车坏了，把2个小型的无线电装置放在了预定位置，保证了后边隧道挖掘不会有偏差。当时苏军对西方间谍的窃听工作十分警觉，将军级别的同环都要经过加密。为了解决这个麻烦，中央情报局专家下了很大的功夫，
他们发现，在声音受到干扰的一瞬间，原声还是保留在电话上的，只要运用特殊的技术，照样能够收到清晰的情报。在人员、技术、器材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黄金行动在1954年8月正式开始挖掘。这条隧道的挖掘是非常危险的，又不是在荒郊野外，还有苏军和东德军队在地面巡逻，在挖掘的时候还有声响、沙石和泥土，在地道内挖掘还要有空气，以及完成后电子仪器的热量问题。负责人杜勒斯找了一位叫做比尔·哈维的特工，指挥隧道的施工工作。挖掘工作由美国工兵负责，挖掘过程中先是遇到了地下水，之后又遇到了粪便，工兵只能戴着防毒面具和防水服继续工作，那是十分的难受。为了解决多出来的泥土问题，他命令工部部队在边界修建一个大仓库，要让别人误以为那里要修无线电雷达拦截站，以雷达站为掩护。当时建立拦截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东德那边也没有产生疑虑。苏联特工们起初也怀疑过，在得知是建雷达站后，就不在那儿浪费时间了。经过半年的挖掘，隧道终于完工，全长2500米，直径2米，内部用厚铁板加固，铁板表面还有隔音材料，还装了空调设备，调节温度和湿度。在窃听室内有交换台和432个扩音器，一套精密的窃听录音装置。窃听线路用铅皮包裹，经过一层木头隔板、一条甬道和2条铁门，接到东柏林的电缆接头上。那边的电话声音通过扩音器放大后，输送到隧道上面的雷达站，雷达站再把声音录下来。在窃听工作开始后，中情局每天可以录制800盘录音磁带，打印4000米长的文传打印带，每个星期都会传回华盛顿研究。他们得到的第一份有用的情报是莫斯科要求东德驻军保持良好形象，不能破坏和平气氛，配合政府改善东西关系。中情局通过分享判断，柏林有机会解除战争状态。次年1月，苏联宣布和西德解除战争状态。在9月两国建交之后的1年，中情局收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，比如苏军在东德新修建的特殊的武器库，苏联夸大在东德的兵力，其实根本没有进攻西德的实力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在1956年4月，在东德的一支苏联小队在散步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条隧道，黄金计划随之曝光。苏联召开记者会，指责英美的可恶行径。此时的美国还在洋洋自得，虽然被发现了，但至少收到了大量的情报。直到1961年，一名叫做乔治·布莱克的苏联间谍曝光，他们才知道，从计划的准备阶段，苏联就知道了。当初是为了掩护布莱克，才没有马上揭穿。他们收到的情报都是经过苏联精心挑选的，这就是白银和黄金行动。现在看起来有些搞笑。这项计划的负责人杜勒斯之后还策划了猪湾行动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